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乌克兰海军麾下的无人艇已经屡建奇功，陆续击沉、击伤了7艘俄军舰艇，就连克赤海峡大桥也被它袭击过。这些无人艇通过配合乌军的风暴阴影导弹和无人机部队，如今已经把俄黑海舰队打得不敢随便出港，给俄军带来了不小的心理阴影。眼下，随着黑海舰队的舰艇已经被乌军干掉了1/3，黑海舰队对乌克兰的威胁能力也大大降低，乌克兰无人艇能打击的俄军舰艇数量也随之减少。在这种背景下，乌军萌发了拓展无人艇功能、开发其多用途潜力的想法。本期节目，火力军就带大家一起看看乌克兰是如何拓展无人艇功能的。乌克兰国防快报3月7日报道称，乌克兰正计划为手中的无人艇添加防空武器，以应对黑海上空的俄罗斯飞行器威胁。这一消息得到了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负责人布达诺夫的确认。毕竟，俄罗斯在2023年10月以后，针对乌军无人艇的袭击，组建了专门的空中力量，试图用米八卡27直升机和无人机对乌军的无人艇进行拦截。乌克兰海军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对自己的战术做出调整，因此将无人艇变成水上机动防空平台也是很正常的情况。不过，要想在个头不大的无人艇上塞入防空武器，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而且海洋环境带来的岩石以及海上的风浪颠簸，都会对防空武器的射击精度、使用效率和寿命带来负面影响。乌克兰使用的无人艇主要是马古拉 V5 和海鹰，这两款无人艇都拥有强大的通讯和数据储存交换能力，完全具备加装先进防空武器的潜力。至于到底要加装什么样的防空武器，乌克兰方面列出了包括机枪、AGR-20 火箭弹、硫磺式导弹等多种选择。如果想要通过加装机枪的方式提升防空能力，乌军可以选择在无人艇上加装一个遥控武器站，然后部署 7.62 毫米口径的通用机枪或 12.7、14.5 毫米口径的重机枪。从如今遥控武器站已经实现小型化，能广泛部署在小艇、小型汽车上的情况来看，在无人艇上部署带机枪的遥控武器站并没有太大的困难。通过遥控武器站和无人艇本身的通讯能力，乌军完全可以做到远程自动化的开火射击。但需要注意的是，海上航行的船只时常要面临风浪波动的问题，而风浪波动势必会导致射位不稳，极大的影响射击精度。更何况，乌军装备的大多数机枪有效射程都在2000米以内，遇到飞行高度稍高、速度稍快一些的飞行器，机枪便很难发挥作用。AGR-20 火箭弹是乌军无人艇的另一个选择，这种火箭弹的另一个名字是 APKWS 先进精确杀伤系统，它实际上就是给美军原本使用的9头蛇70火箭弹加装了半主动式激光导引头，使之打击时的误差范围低于 0.5 米，精度非常高。在美军的作战序列中， AGR-20 一般会被装在美军飞机的火箭挂舱和专门的车辆发射器中，用于对付人员的装甲目标，当然也可以反无人机。一旦他们部署到乌军无人艇上，那么乌军无人艇将凭借其射程对5000米范围内无人机和直升机构成威胁。美国此前在2023年5月向乌克兰交付了 AGR-20， 乌军手中有一定的火箭库存，但这些火箭弹此前主要是通过悍马车上加装的 LGR-4 4连装发射器携带。乌军要想在海上使用 AGR-20， 不仅要克服风浪颠簸的问题，而且还要给无人艇安装合适的光电观瞄设备，才能充分发挥 AGR-20 的能力。既然加装机枪和火箭弹都要考虑风浪波动的影响，甚至还要兼顾观瞄设备的问题，那么有没有武器可以绕过这些障碍，直接做到射后不管呢？答案是肯定的。英国此前向乌克兰援助的硫磺式导弹就可以做到射后不管，无需让无人艇再额外加装观瞄设备和稳定器。
这种导弹和美军的 AGM-114 地狱火空地导弹定位很像，它本身就安装了毫米波雷达导引头，可以在发射后自主搜寻，甚至按照目标的不同情况自主选择攻击角度，其打击时的误差范围也小于1米，精度非常高。硫磺石导弹在英军手中一般是作为直升机或固定翼战机携带的反坦克武器。别看硫磺石是反坦克导弹，实际上由于硫磺石当初研发时使用的设计蓝本是地狱火导弹，而地狱火在2001年的里以冲突和2018年的叙利亚内战中都有过击落飞行器的记录，尤其是在2018年2月的那次冲突中，以色列使用的地狱火导弹明确击落了一架伊朗无人机。因此，采用了大量地狱火设计元素的硫磺石，理论上也和前者一样，具备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至于从海基平台上发射导弹，英国此前已经在2013年对其进行了成功测试，证明了硫磺石的建设能力。乌克兰也在2023年8月创造了通过舰船携带硫磺石摧毁位于克里米亚西部的俄军 S-400 防空导弹的战例。因此，将硫磺石导弹整合到无人艇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英国此前向乌克兰提供的是硫磺石2型，该版本的硫磺石导弹最大射程可达40公里，这个射程足以让俄军直升机心生畏惧。此外，火力军还认为乌军无人艇还可以试试加装毒刺导弹，毕竟毒刺在短程防空方面的表现有目共睹。乌军手中的毒刺导弹数量也不少，更何况毒刺导弹此前已有在快艇上装备过的先例，还具备射后不管的能力。一旦乌克兰无人艇配上这些防空武器，那么乌军无人艇不仅能在黑海上敲打俄军舰艇，还可以对削弱俄军直升机和无人机海上活动的频率。当然，从乌军列出的武器清单中不难发现，乌军无人艇搭配这些武器并不只是具备防空能力，实际上还同时具备了一定的对地对海打击能力。毕竟无论是机枪、火箭弹还是硫磺石导弹，都可以对付船只、车辆和人员。乌军完全可以将这些武器结合马古拉威和海鹰无人机800至1000公里的续航能力，深入到克里米亚沿岸，甚至黑海东岸的克拉斯诺达尔地区，袭击更多的俄军目标。此前由于远程武器再加上距离遥远，乌克兰很少对黑海东岸的俄罗斯目标发起攻击，且即便出动无人艇，无人艇在长途奔袭中被俄军拦截的概率也要大于袭击克里米亚俄军。而在未来，俄罗斯在新罗西斯克等地停泊的军舰和物资也将遭受类似克里米亚的同样下场。要知道，黑海东岸的新罗西斯克对这场战争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毕竟，新罗西斯克是黑海地区货物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也是俄罗斯在黑海地区重点经营的节点。俄西南地区对外输出的商品，绝大多数都要从新罗西斯克出海。在如今欧美国家对俄罗斯实施全面经济制裁的情况下，新罗西斯克还成为了俄罗斯最重要的能源和粮食出口中心。毕竟，俄罗斯在波罗的海和太平洋方向的港口早已被死死堵住，只有黑海方向的商船才能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将石油、粮食和天然气运送到叙利亚、印度等没有对俄实施制裁的国家。这也是俄罗斯目前能吸收外汇的少数渠道之一。2023年8月，乌军用无人艇成功袭击了新罗西斯克的一艘大型登陆艇之后，前往新罗西斯克的商船保险和运费便急剧上涨，国际小麦期货的价格受到影响，跳涨了 2%。由此可见，如果乌克兰能用无人艇对新罗西斯克展开持续性的攻击，那么愿意前往此处的商船数量将会锐减，俄罗斯的这条经济动脉必将遭受严重的损失。事实上，乌军用无人艇猎杀俄罗斯运输船，切断俄罗斯海上补给线的计划早已被外界熟知。不仅如此，新罗西斯克还是俄黑海舰队除塞瓦斯托波尔之外的另一处巢穴。从2014年俄乌关系破裂以来，俄罗斯就在新罗西斯克投入巨资修建了一处新的军港。在塞瓦斯托波尔多次遭到乌军袭击的情况下，黑海舰队已经开始有目的地向新罗西斯克转移军舰。这里面有很多转移的军舰具备发射 3M54 口径巡航导弹的能力，比如驻扎在新罗西斯克的4艘卡拉库特级和3艘暴徒级小型护卫舰，就曾在今年2月初向乌克兰的基础设施发射过口径巡航导弹。而在丰富了武器系统后，乌军无人艇可以凭借更强的防空能力，
规避俄军的拦截，痛打这些逃到新罗西斯克的俄军舰艇。长此以往，黑海沿岸将再无黑海舰队的安全港，乌克兰从海上遭受的导弹袭击也会大幅度减少。此外，新罗西斯克和附近的索契、阿纳帕等地还是俄罗斯向克里米亚乃至于第聂伯河下游俄军输送物资的后勤中心。俄军可以将这里的物资通过克赤海峡大桥将其运往克里米亚和前线。如果乌克兰未来用无人艇对这些地区加大打击力度，扎波罗热、赫尔松和克里米亚俄军补给必然也会受到影响。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以色列研发的 Hero-20 无人机也成为了乌克兰在无人艇上加装武器的众多选择之一。这种无人机本质上是一种游荡弹药，其全重不过18公斤，可以携带一颗 4.5 公斤重的弹头，对付60公里范围内的船只、人员和装甲目标。不过，乌克兰还没有装备这款游荡弹药，想要拿到这款武器，乌军还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说服以色列。其实，乌克兰当初开发海鹰和马古拉 V5 的时候，就已经考虑到了这些无人艇的多样化用途。在打击俄军沿海目标、破坏俄军海上补给线的同时，乌军无人艇还可以在拆除弹药后，通过加装猎雷或光电监测设备，执行反水雷或监测、巡逻的任务，其开发潜力非常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关于乌克兰无人艇，如果你有更多的想法和意见，请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节目再见。